前世我刻骨赴为妻，为了护我，我心甘情愿迎上这把刀。可我死后才发现，这不过是他为了吃绝户精心设下的局。这蠢女人终于死了，她爹娘留下的100万家产，还有这侯府主母的位置，爹都是你的了。多谢师父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要让你们这对渣男贱女付出代价！老天有眼，让我沈王和重生回到了这场宫宴。夫君别怕，让我来保护你。你敢动我！我的腿断了！是我狠，是毒妇，我们江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从此对江家彻底决裂，我得给自己寻一个新靠山。这大梁最硬的靠山，我要定了。哀家命休矣！太后当心！孩子，你疯了！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这奴烂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但大梁的天下不能没有太后。好孩子，御林军听令，凡负隅顽抗者，就地格杀。我家传太医，用最好的药。这孩子若有半点闪失，哀家要整个太医院陪葬。皇祖母放心，孙儿定保他。这不嫌弃，我走赢。派人去彻查这位娘子的底细，查清她今日为何会出现在御园，又为何会如此巧合地扑向太后。她的剑伤毕竟是为了保护太后才受的。传姑的命令，要什么救命的名贵药材，东宫库房里随便挑，不论她是谁，你们只管把她当大梁的县主来治，若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微臣遵命。殿下，查清了，这位娘子是济宁侯府的当家主母沈望和。济宁侯江旭的夫人，她为了救太后险些丧命，江旭那个废物死哪儿去了？回殿下，济宁侯来不了了，他在宫宴上被刺客砍断了双腿，还伤及根本。太医说他以后不仅是个摊子，连男人都做不成了。好一个济宁侯，危急关头拿结发妻子当肉盾，自己却落得个断腿绝孙的下场，真是苍天有眼，报应不爽。殿下，侯府管家刚才还在宫门口磕头，求殿下开恩，再拨几位太医去侯府，好歹保住济宁侯的双腿。去告诉侯府的人，姑的太医是用来救护驾的功臣，至于江旭那个废物，就自己挺着吧，死活由命。都免礼，沈娘子如何了？哀家要亲自看看她。是时候加一把火了。要想彻底摆脱侯府那群吸血鬼，光靠我自己是不够的，必须要最高皇权的意志。夫君，求你不要打我，夫君，我疼，好疼啊！不要把我送去岭南，别抢我的嫁妆。太医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可是伤口恶化引发了高热。回殿下，沈娘子脉象虽弱，却无突变，想必是昏迷中梦魇了。这人在极度虚弱时，梦见的往往是平日里最恐惧之事。这济宁侯人模人样的，难道私下里竟爱对发妻动粗家暴？混账东西！济宁侯府3代单传，怎就养出江旭这样一个不堪造就的下作妃子？学无术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在内宅苛待发妻，图谋发妻嫁妆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望和为了救哀家，连命都不要，跟着江旭那个废物受苦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太后娘娘，那济宁侯府求太后保命的事，江旭这种只会打女人的废物，断子绝孙也是老天有眼。你们必须寸步不离地守着沈娘子，若她有什么闪失，哀家诛你们9族。微臣遵旨。皇祖母息怒，只是在大梁，女子和离毕竟对名声有损，只怕以后风言风语。名声？那哀家就封沈望和为正2品荣安县主，10亿千户。他有救驾之天大功劳，又有哀家撑腰，哪怕是休夫，满朝文武谁敢妄议半句是非？正2品荣安县主江旭，
你那低贱的爵位再也压不住我。我要把你最在乎的尊严、家产一点点剥夺干净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县主，你终于醒了，奴婢这就去禀报太子殿下。沈娘子，你终于醒了，救驾之功足以让你飞黄腾达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太后的赏赐早已昭告天下，她现在问我，分明是在试探我的野心。太子心狠手辣，绝不能让他察觉到我早有谋算，否则必遭杀身之祸。太后是天下之母，能护太后娘娘周全，是臣妇应尽之责，怎敢居功要赏？臣妇如今受了重伤，太医说恐怕1-2年内都无法恢复元气，不能为夫君绵延子嗣，也不能在婆母膝前尽孝，还请殿下垂怜，将给臣妇的赏赐全都赐给济宁侯府吧。救驾大功，足以让你一生荣华富贵，哪怕是脱离侯府以易如反掌，你就甘心全给那废物侯府做嫁衣？大梁的掌权男人们，不就喜欢看女人被3从4德规训的服服帖帖的乖巧模样？夫为妻纲，臣妇一介女流，要什么荣华富贵？只要侯府好，臣妇自然也跟着好。只要侯爷能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家宅自然安宁兴盛，这就是臣妇最大的心愿。沈娘子当真是大梁女子的典范，江旭有你这样的贤妻，真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太子殿下，你以为你在看一个蠢货的笑话？不，我会继续做你眼中最完美的烈女，直到把你变成我手里最快的一把刀。殿下谬赞了，臣妇只是挂念家中夫君。挂念？你知不知道江旭被刺客一刀断了脊骨，如今已经双腿瘫痪，成了个废人？什么？太好了，江旭，你也有今天。想没想过找个下家？人晕过去时，脉象是虚浮无力，可我救下你的时候，你的脉搏却跳动的强劲有力，在孤怀里也很紧张。夫人这般身娇体软，江旭那个废人怕是无福消受了，不如换个靠山。太后娘娘驾到！好孩子，快躺下，你的事哀家都听说了。你拿命救了哀家，哀家绝不让你受委屈。现在江旭废了，济宁侯府就是个火坑，只要你点头，哀家立刻下旨，让你与那废物和离。太后娘娘不可，我沈望河生是江家的人，死是江家的鬼。他断了腿，我便是他的腿；他成了废人，我便伺候他一生一世。好一个有情有义的烈女子，大梁竟有你这般贤妻，哀家准了。3天后，风风光光送你回府。既然谢瑜的眼线还在，那便还是没有彻底相信我，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看侯府的2面3刀。你这克夫的丧门星，还敢回来！老夫人，夫人身上还有重伤啊！重伤？我呸！我儿为了护你，被刺客砍断了脊骨，如今生不如死。你倒好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说，你这几天又在哪里厮混？老夫人息怒，那日刺客凶险，我可是亲眼看见姐姐为了活命，把侯爷推出去挡刀，自己跑得比兔子还快呢。天哪！竟拿自己男人挡刀，最毒妇人心呐！失踪好几天，指不定真在哪个野男人床上快活呢。姐姐，你若真是不甘寂寞，大可直说，何必做出这等抛夫弃子的下贱事儿，丢尽我们侯府的脸？你瞎说！我们夫人分明是隐珠，闭嘴！婆母教训的是，千错万错都是儿媳的错。只要侯爷能好起来，儿媳便是被千夫所指，被乱棍打死也心甘情愿。心甘情愿？好啊！来人，把这不守妇道的贱妇给我按在侯府大门前跪着！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我济宁侯府的规矩。婆母，侯爷的伤势究竟如何了？快让我进去看看他。不用你假好心，你要是真担心我儿，刺客的刀砍过去的时候，你就该冲上去替他挡了，而不是自己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跑掉。老夫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夫人她也是血肉之躯啊。婆母，我不是不保护夫君，当时事发突然，我是为了去救更重要的人。什么更重要的人？我儿
是你的夫君，是你的天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都没我儿子金贵。伯母慎言，若我当时真的是去救了太后呢，那一刀我若不倒，太后娘娘可是要丧命的。你还敢在我面前吹嘘起来了？就凭你也能救太后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！太后算什么？谁有我儿子金贵？太后只是丧命，可我儿呢？我儿可是双腿瘫痪，成了废人啊！他流了那么多血，在床上打滚，疼了3天3夜，3天3夜啊！我儿是侯府3代单传的独苗啊！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毒妇，你居然不护着他！被刀砍的怎么不是你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唯一的独子成了废人，侯府眼看着，难怪他敢在家门口就口不择言。不过也是算准了我是远嫁的绝户女，他以为就算咒我去死，在京城也没人会给我撑腰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沈望河，你不忠不孝，你害得我济宁侯府从此绝后啊！列祖，我没脸见你们。老夫人，您别哭了，侯府不会绝后的。蝶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腹中已有了侯爷的骨肉。什么？当真？已有1个多月了，大夫看过了，说胎相稳固，8成是个男胎。果然，上一世这个时候，周蝶与江旭就已经追胎暗结，所以江旭才非要把我送去岭南养病，怕的就是东窗事发，让周蝶下不了台。这对狗男女！好，蝶儿，你做得极好，简直是我们江家的大功臣。我们侯府现在可就全指望你这一胎了。老夫人能为侯爷怀上骨肉是蝶儿的福气，可我毕竟是个丫鬟出身，这有何难？你能为我侯府开枝散叶，就是天大的功劳。我立刻让我儿给你个名分，喊你做贵妾。老夫人，这孩子是侯府如今唯一的血脉，若他生下来只是个妾生子，只怕这辈子在京城都抬不起头来，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！好大的胃口，他想要的是我的位置，侯府主母。说得对，我锦孙不能受委屈，那就抬蝶儿为侯府正妻。伯母，此事还得由夫君定夺。沈望河，我要休了你，让你做个下堂弃妇！夫君，妾身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何如此狠心？你还敢问？当时我明明躲在你身后，本来那刺客的刀是不可能伤到我的。哦，原来夫君是为此不平啊！夫君的意思是，我就活该当你的挡箭牌，任凭刺客打杀。那我的命算什么？你本来就是。昔日成婚时，你与我山盟海誓，在我爹面前信誓旦旦地说，此生定会护我周全。怎么，这些山盟海誓都跟你这双腿一样，被刺客一刀给废得干干净净的？沈望河，你放肆！你爹都死了，你们沈家已经没人了，你一个绝户女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我好歹是世袭的3品侯爵，你给本侯安分点儿，否则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没错，你护不住丈夫在天，不能为我侯府开枝散叶在后，现在还敢顶撞婆母，夫君重伤，你不仅不在床前侍候，还跑到外面去厮混，桩桩件件随便一条都够我侯府休了你这个毒妇。不仅要休了你，你当年带来的那些嫁妆，还有你名下的江南金库，统统都得留在我济宁侯府。就算是你弥补我儿双腿残废的罪过。何二乖，你病得太重了，金库的钥匙交给我，为夫定会替你守好沈家产业。侯爷，这绝门女的钱真好花，她那药吃的怎么样了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这侯府的夫人？放心，不出3月，沈家绝嗣，这万贯家财就名正言顺是咱们儿子的了。上一世，他们连哄带骗将我送去岭南，用卖药将我毒成废人，骗走了我沈家10里红妆和金山般的财富。这一世，他们连演都懒得演了，直接狗急跳墙，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明抢。放开我家夫人！沈望河，识相了，现在就把金库的钥匙交出来，我还能大发慈悲，给你个体面的下场。否则，别怪为夫心狠手辣，
不念我们多年的夫妻感情。江旭啊，江旭，我跟你一个残妇有什么感情可念？你这个毒妇，你果然是故意的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沈望河，你还敢装模作样！放肆！竟敢对荣安县主不敬！旭儿，后爷！江旭竟真敢打你！让殿下见笑了。这样的家丑，本该关上门，这出苦肉计总算把太子爷骗过去了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恕臣妇眼拙，这哪里有什么县主啊？沈望河救驾有功，太后亲下口谕，封沈望河为县主。殿下，怕是弄错了。沈望河这几天贪生怕死躲着呢，怎么可能封县主？是啊，贱内胆小如鼠，怎么可能有这胆子救太后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沈望河敬护太后有功，特封正二品荣安县主，10亿千户，钦此。弄错了，那天我分明看到沈望河推太后爷自己跑了。我没有跑，我是看到暗箭对准太后，赶过去救驾的。太后是一国之母，远比侯爷的性命金贵，不是吗？是，县主说的对。是吗？可姑刚才分明听见你大喊着哪怕是天王老子的命都不及江旭金贵，还说太后只是死，江旭可是双腿残废了。太子殿下饶命啊！臣妇连遭打击，口不择言，求天家莫怪罪啊！诅咒太后，其罪当诛。王和，好儿媳妇，替婆母求求情吧！自你嫁进来，婆母待你不薄啊！前世的种种软刀子，你以为我忘了吗？如今还指望我手下留情？殿下，我婆母确实是心直口快，罪不至死。儿媳，我就知道你记着婆母的好。太后懿旨到！太后口谕：济宁侯之母王氏口出狂言，蔑视天家，本该处死，念在荣安县主求情的份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赐密药一瓶，以儆效尤。不要！我不要成哑巴！婆母，儿媳可是替你求了情，保住了你的命呢。这药喝下去，以后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，正好能避免婆母以后再祸从口出。还不跪地磕头，谢太后娘娘开恩。娘啊！你把我也毒死算了！太后赏赐的权力真是好用极了。殿下没有吓到吧？你在姑面前可不是这副喊打喊杀的姿态。是吗？殿下以为我残忍，其实我是在救江家所有人。冒犯太后可是死罪，变成哑巴虽残酷，却能保婆母的命。我做这一切用心良苦，都是为了我的夫君，为了侯府好啊！我等为主母侍从，为荣安县主侍从。侯府这些年全靠我的嫁妆维持祖上的体面，本就该以我为尊。姑娘，是奴婢保护不善，奴婢该死。姑娘，别管奴婢，快跑！姑娘，奴婢下辈子还给您梳头。傻丫头，前世你挡在我身前，用命护我，这一世我就算拼尽全力，也定护你周全。这道剑伤虽未伤及要害，却深可见骨，不能轻视。多谢殿下关心。姑娘，那些太医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还是奴婢伺候您更贴心。有你在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走吧，我们进宫谢恩。好孩子，伤好之前，见本宫都不必拘你礼节。
太后娘娘隆恩，臣女感激不尽。不过1个下午，济宁侯府的事儿就传进了宫里。你今日这番决策做得极好，雷厉风行，有本宫当年的风范。臣女行事莽撞，还怕太后娘娘怪罪臣女残忍。本宫封你为县主，赐你权力，便是要你有能力自保。若想休夫，本宫也可替你做主。那济宁侯算是废物，不该耽误你的大好前程。怎么，你还舍不得江旭那个废物？放肆！我们女儿家的事，你们男人少掺和。太后，臣女嫁入侯府3年，早已盘根错节，纠缠不清。若此刻休夫，难免被人说行事不厚道，一朝富贵便忘恩负义。何况如果我真将江旭休了，把他赶出侯府，哪还有名义在内宅里慢慢耗尽他们一家子呢？本宫明白，此刻休夫怕遭人非议，况且内宅的债，总要在内宅才能算得最清楚。太后娘娘圣明。济宁侯是从3品，而你是正2品荣安县主，正好死死压他一头。本宫赐给你的权利，你就给本宫大胆的用。臣女定不负太后所望。太后娘娘，臣女后言，临行前想向娘娘讨要一个人。哦，你要什么人？说来听听。臣女想要娘娘身边的宫女陶心。臣女受伤后精力必然不如从前，府中事务繁杂，想讨个得力的丫头回去打理府邸事宜。你既看中了她，是她的福气。陶心，以后你就跟着荣安县主吧，务必尽心伺候。奴婢遵旨。宫女25岁才能出宫，拿着这个，如今你可以提早4年恢复自由了。县主，您不要奴才了吗？这是何意？这是扬州钱庄的银票，也就是我沈家的产业。这一张可兑100两黄金。我听说你刺绣极好，又是扬州人，用这笔钱回江南开个布庄吧，以后再也不用做奴才了。奴婢，我与县主素不相识，并无交集，县主为何这般待我好？娘娘快走！奴婢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。若有来生，奴婢想回江南看看桃花。因为我喜欢你的眼睛，希望你眼里这簇亮光永远不会灭。马车给你备好了，江南路远，以防万一，我派了最可靠的镖局护送你，你大可安心上路。县主大恩大德，陶心没齿难忘。姑娘对她真好，连奴婢都要吃醋了。傻丫头，如果遇刺那天你在，你也会毫不犹豫替我挡刀的，对吗？那是自然，为了姑娘，奴婢万死不辞。恩报完了，引珠回府。姑娘，咱们回去做什么？江旭不是做梦都想要我的金库吗？去告诉他，我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，我要让他知道，吃绝户的饭是要拿命来填的。娘子，你可算回府了。以前都是为夫被猪油蒙了心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我娘她为老不尊，冲撞了县主，我已经把她打发到后院，你眼不见心不烦，千万别影响我们的夫妻感情。你喊谁娘子呢？我怎么记得你前些天不是嚷嚷着还要抬周蝶为正妻吗？参见县主，还请县主大人不计我小人之过。你个贱人还有脸说话！娘子，都是他勾引我才犯了错，别说娶她了，连妾她都别妄想。周蝶就是个丫鬟，一日为奴，终身都是我侯府的奴才。侯爷好薄情啊，私下里跟你的蝶儿背着我偷欢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好妹妹，叫得可欢了吧？娘子何时查得这么仔细？但周家早犯了大罪，他沦为贱籍，买回来就是当奴才的。我虽然与他有肌肤之亲，但心里始终只有娘子一个人。侯爷，我腹中可有你唯一的骨肉，你怎能如此轻贱我？闭嘴！你还敢攀扯本侯？本侯只是醉酒误事，你别妄想母凭子贵。这侯府的女主人只有荣安县主一人。这孩子不要也罢，我就让你断子绝孙，妹妹这多苦啊！你既怀有身孕，自然可以入侯府的门。我这个主母点头同意了。什么？婆母可还好？回县主，老夫人她如今口不能言，大夫说不宜见人。婆母真是可怜，一把年纪还要遭这等罪。当初分明是你要毒哑的。是又如何？学不会闭嘴就是死罪，比起丢了性命，不能说话已经算轻的了。夫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既然进府为妾也算半个儿媳，婆母重伤在床，蝶儿妹妹，你去病床前尽孝吧。
什么？凭什么是我？我是说我这腹中还有身孕，如何能照顾得好婆母呢？你连这点孝道都不愿意尽，也想做侯府的妾室？亲自照顾便是。臭死了，这怎么住人啊？周姨娘，既做了人家的儿媳，就该尽尽孝道，好好为婆母侍疾。放我出去！我还怀着孕，你们敢如此怠慢我？开门！别把我跟这个老太婆关在一起！开门啊！蝶儿，你好好照顾我娘，这是你应尽的责任，你忍一忍。我这双手金贵无比，还要碰你这些脏东西，你怎么不去折磨沈望寒，偏偏来折磨我？老太婆，你瞪我干什么？从前我刚进府时，你就对我挑三拣四，我若不是怀了侯爷的孩子，早就被你卖去青楼了。现在你落到我手里，就算我打你骂你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！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死了！县主，周姨娘不在后院尽孝，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？老夫人的病已被我照看得极好，她今早跟我比划，说想见见县主，想跟县主道个歉。哦，婆母想见我，是县主说的，要为婆母尽孝。县主作为当家主母，难道不该给个表率吗？县主小心有诈，不能去。无妨，我也是时候去看看我这位好婆母了。县主，你为何要杀害婆母？我亲眼看到你失手推倒了婆母，你以为你是县主就可以草菅人命了吗？哦，我杀的。只要我被他推下池子，沈王和这毒妇背上2条人命，必死无疑。至于我这肚子里的胎儿，已经过了头3个月，跌进浅水也绝对没事。县主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，他是侯爷唯一的血脉了。想拿你腹中的骨肉栽赃我，做梦！蝶儿，沈望河，你这个毒妇，给我住手！侯爷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我的肚子，救命啊！侯爷！我的儿啊，我的血脉没了，娘啊！哭得真惨，济宁侯死了，娘又绝了后，是得好好大哭一场。沈望河，沈望河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朱蝶想在你面前栽赃我杀人，我就真杀一个给你看看。现在你唯一的血脉也没了，侯爷，我绝了你的后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沈望河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青天大老爷做主啊！荣安县主仗势欺人，残忍杀害婆母，更害死我腹中无辜孩儿。他害得济宁侯家宅不宁，断子绝孙，天理何在啊！堂下何人击鼓？县主乃皇室亲封，岂容尔等当街污蔑？正要升堂审理，闲杂人等退下！我要面圣告御状，荣安县主救驾之功根本有假，他想谋反，我要告到太后，告到圣上面前。一派胡言！谋反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我济宁侯府已经家破人亡了，还怕什么九族？我要进宫，我要面见太后。济宁侯，你说县主救驾之功作假，你可知欺君之罪？有什么证据？回禀太后，微臣敢用人头担保。那日沈望河替太后挡刀，挡得未免太准了。微臣与他夫妻多年，深知他只懂皮毛拳脚，若非提前知晓刺客目标，他怎能反应得如此迅速？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场行刺根本是阳谋，他靠苦肉计骗取太后信任，伺机再对太后乃至皇上不利。一派胡言！你如何断定你不是在信口雌黄？微臣在沈望河的卧房里发现了他与人密谋刺杀的书信，而这场刺杀的主谋就是宁王谢成。
这信表面是家常，藏头连起来竟是6日预言，你当见机行事。这长头诗说的分明就是勾践行刺太后一事。沈王和不仅与宁王密谋杀害太后，还与宁王互通书信，必有私情。没错，亲眼看见沈望和与宁王私下密会，举止亲密。他二人不仅偷情，还敢谋反，此等恶女，必要杀之以绝后患。陛下，太后，如臣女所说，宁王造反的证据，这便送上门来了。夫君找到这封信时，怎么不好奇他的信封在哪儿啊？看清楚了，这封信明明是宁王写给你的，你却拿来栽赃给我。信封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整个侯府都是我的心腹，拿个信封有什么难？江旭，谋反的究竟是谁啊？好一个纪宁侯，贼喊捉贼，竟敢把谋反的脏水泼到哀家的救命恩人身上！来人，将这乱臣贼子拿下！太后饶命，陛下饶命啊！微臣是被冤枉的，是周蝶，是这个贱人偷了信封，是他指使微臣诬陷县主的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贪图从龙之功，说只要宁王登基，你就休了沈望汉，扶我做正妻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死也要拉我垫背！御前失仪，罪加一等。传孤旨意，褫夺江旭济宁侯爵位，侯府即刻抄家。江旭与周蝶打入天牢死囚区，秋后问斩。东宫铁甲军听令，即刻包围宁王府，捉拿叛党。沈望汉，你不能好死！和儿，你来救我了，对不对？我是被宁王蒙蔽的，我们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替我向太后求求情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放肆！救你？你是不是在牢里把脑子冻坏了？你以为你能在书房那么轻易的找到那封信是巧合吗？你说什么？那封信是我故意放在那里的，我不过是抛了个饵，你就自己咬着钩，把宁王和你整个侯府全都送上了断头台。沈望河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算计我！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！忘了告诉你，周蝶在另一间牢房里，正把流产绝松的错全推在你头上呢。你们这对狗男女真是天生一对。沈望侯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倒是心迷，臣女参见太后娘娘。大半夜跑来这污秽之地看你的前夫，臣女只是来送他最后一程，了结尘缘。既然了结了，就陪哀家走一趟吧，去见见那个真正在背后搅弄风雨的孽者。张氏，你这个老毒妇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！还有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设局害本王，本王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王爷谋逆造反，铁证如山，何来臣女设局可说？要怪就怪王爷自己眼瞎，找了江旭那么个蠢货做盟友。都退下！你是不是怕了？你刺死我生母德妃，我起兵只是为了替母报仇，我有什么错？你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的审判我？你以为哀家为何杀德妃？既然你死到临头，哀家便让你做个明白鬼。当年先帝染了瘟疫，去行宫养病，德妃母族野心勃勃，竟暗中勾结敌国，意图谋反篡位，而与他里应外合的，正是哀家的幼子临安王。不可能，你在撒谎！母后，为何儿臣是您的亲骨肉啊？通敌叛国者，皆杀之！皇子与庶民同罪，乱臣贼子皆死。哀家念在你是皇室血脉，留你一命。没想到你竟敢把刀伸向哀家！皇祖母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再也不敢了，求您饶我一命！灌下去！不，我不喝，我是宁王，你们不能杀我！当年太后连亲生儿子都能毒死，杀一个孙子更是眼都不眨。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我这点小聪明，随时可能引火烧身。我必须变得更强。走吧，这天牢的空气真是污浊。江旭和周蝶关进同一间死牢，夫妻一场，黄泉路上总得做个伴。县主仁慈，小的懂，绝不让他们寂寞。搜江旭的身，连根头发丝都别放过，绝不能留半点力气。老奴明白，那周氏给他留几分体面，发间那只银参就别摘了，毕竟那是他唯一的陪嫁。老奴省的。是你这个扫把星毁了我！如果不是你勾引我，我现在还是风光无限的侯爷，我还在花着沈望衡的钱。放手！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
废物，你以为你是什么申请种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你偏偏要等我全家流放，沦为官奴之后才来救我。你爱的根本不是我，你爱的是高高在上施舍我的快感。明明是你贪心不足，既要沈望河的钱，又要我的身子，如今落得这个下场，是你活该！去死吧！我要做侯府夫人了，我的孩子！少装死，快起来！你这毒妇杀了亲夫，还能留条命流放3000里，简直是祖上积德！赶紧走！我是主母，我是侯府的主母，你们这些奴才敢打我！这就是那个杀夫的周氏，听说在牢里就疯了，活该！这种恶妇就该千刀万剐！县主，既然江旭和宁王都倒了，您为何还要留着毒妇一条贱命？直接在牢里让她病死，岂不干净？沈万和，京城里人人都传你因为遇刺吓破了胆，得了疯病。这个谣言传了整整3年，就算你回去了，侯府主母的位置也轮不到你一个疯子来做了。你就一辈子烂在这里吧。前世他毁了我所有的退路，那3年的绝望与屈辱，比死还要难受100倍。这一世，我以牙还牙，让他清醒地承受流言的重伤，背负着疯子的骂名，一步一血印地走完这3000里的流放之路。我是个慈悲之人，所以我留他一条性命，但我又是个极度记仇的人，所以我要他生不如死，长命百岁地在这地狱里活下去。宁王已死，你如今是自由身，孤的太子妃之位还空着，给你怎么样？殿下说笑了，臣女是个弃妇。孤不介意你的过去，除了孤，这大周没人敢娶你，也没人能给至高无上的权利。殿下特意强调不介意，恰巧说明心里嫌弃的很。你什么意思？殿下要娶的根本不是我，是我背后的太后恩宠和我沈家富可敌国的金库。今日你阴力娶我，他日必会阴力弃我。等我没了利用价值，这东宫就是我的冷宫。沈望和，够清醒，孤的宏图大业就需要你这样理智的女人。若孤今日非要强娶呢，你敢抗旨？臣女不敢。不过，德妃被太后赐死这件密情，是殿下透露给宁王的吧？挑唆宁王造反，借太后的手除掉政敌，杀人不见血，殿下好手段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敢威胁孤？太后若知道被人当枪使，你我都要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，我们不妨做个交易，我替殿下守口如瓶，殿下放我自由。你走吧，孤不喜欢掌控不住的女人。多谢殿下，从今往后，我沈望和的命只握在自己手里。小姐，有故友求见。县主，我是特来叩谢县主大恩的。快起来，你如今儿女双全，夫妻和美，怎么还行这样的大礼？1年前，我生这对龙凤胎时难产，去鬼门关走了一遭。我做了一个极其真实的梦，梦里有高人指点我，这一切我仿佛真实经历过。梦里我舍身替太后娘娘挡了一剑，太后封我为荣安县主。之后，太子更借机求娶我为太子妃。你可愿永远留在我身边？当日他求娶我时，说的也是这句刻骨铭心的话。原来他的情谊，随时可以给别人。太子妃，这宫里送来的御医药方，全是相克的药材啊，久食必然短命。太子他，天下的薄情汉，用在发妻身上的手段总是如出一辙，就像是与生俱来的默契。谢瑜为了讨好太后，娶陶心做太子妃。太后薨逝之后，陶心的价值就被榨干了。3年前，若没有县主抢了我的机缘，并将我放凉，这一世我无非是一样的下场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真正活得像个人。不过大梦一场。如今你儿女双全，夫君疼爱，
这江南和煦的春风，总比那吃人的京城要养人。县主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，把气喘匀了慢慢说。是京城，京城突然空降了一位新任的盐铁转运使，还是带着皇命的带刀钦差。他连知府衙门的大门都没进，直接带着大批禁军查封了咱们扬州商会的各大码头。我们沈家发往北方的18艘货船，连带满载的上等丝绸和茶叶，全被当场扣押了。扣押货船？以什么罪名？他们说咱们沈家的货里涉嫌夹带违禁物品，要彻查所有账目。不仅如此，官兵还在四处贴封条，就连陶心铺子里的库房，还有他夫家刚进的那批生丝，也被无故冻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夫君一向本分做生意，从来不敢碰违禁的东西啊！莫须有的罪名，绕过地方官府，直接动用京官强权，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，除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子谢宇，还能有谁？整整3年，这条毒蛇终于按耐不住了，他想掐断我江南商脉，用这死局逼我走投无路，逼我乖乖滚回京城，屈服于他。县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民不与官斗，京城来的钦差大官，咱们商会怎么扛得住啊？前世我被虚伪的男人吸干了血，今生我好不容易挣来了这绝对的底气，谁也别想再拿捏我分毫。既然他不肯死心，那便在我的地盘上碰一碰吧。半个时辰内，扬州商会12位核心掌柜必须在沈家地下密室集结，不到者，以后江南的商道就不必再走了。沈会长，这可是京城空降的钦差啊，带着几百令军，要不咱们凑一笔银子，破财免灾吧？我库里的几万匹丝绸要是被查封，这大半辈子可就白干了。是啊，对方连知府大门都不进，分明是上面有通天的人要整咱们，民不与官斗，这还怎么斗啊？破财免灾？你们以为这是普通的贪官下来打秋风吗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对方一不索贿，二不谈判，一上来就直接掐断了我们所有出海和北上的命脉，这根本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经济围剿。不妨告诉各位，这钦差背后站着的是当今东宫太子，他要的不是你们那3瓜2枣，他要的是整个江南商会的绝对控制权。你们若是退了一步，京城那些权贵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，把你们的家产瓜分得干干净净。怕什么？我沈望河既然敢坐着商会会长的位子，就绝不会让大家跟我一起陪葬。这是我这3年来在海外拓迁的隐秘航线，以及我们在南阳钱庄积压的整整300万两现银。官府封得了大运河，封得了漕运，但它封不住汪洋大海，更封不住我沈家早就铺好的暗网。从现在起，所有被扣押的货物损失由我沈家一力承担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京城的官威大，还是我们江南的钱袋子硬。全凭沈会长吩咐，这条命交给你了，我们干了。对，立刻切断市面上所有的丝绸、盐铁现货流通，把所有的银根收紧，饿死那些京城来的吸血鬼。谢瑜，你想拿捏我，那我就断了你所有后路。县主，钦差大人的拜帖刚刚直接被他们拿刀钉在了咱们沈家的大门上。对方放话，今晚戌时在瘦西湖画舫设宴，指名道姓，邀您单刀赴会。县主，这分明是一场要命的鸿门宴，对方带了数百禁军，将瘦西湖围得水泄不通。您若是单刀赴会，万一他们直接用强，他不敢。谢瑜是个极度自负的聪明人，他若真想动粗，3年前就强留我在宫中了。他这是要杀人诛心，企图用皇权威压逼我交出所有的底牌，逼我跪在地上向他摇尾乞怜。备车，我倒要看看3年不见，谢瑜手底下养出的狗，到了我的地盘上能怎么叫唤。下官兵部侍郎裴元，奉太子殿下之命南下，见过荣安县主。裴大人何必摆出这副吃人的阵仗？咱们也别绕弯子了。谢瑜让你带来什么话，说便是。县主慎言，殿下天恩浩荡，念及旧情，特意给你指了条明路。哼，只要县主肯交出江南商会的控制权，再随下官回京，入主东宫侧妃之位，如今江南商界封港扣船的死局，自然也会迎刃而解。你笑什么？这可是天大的恩典，多少世家贵女求都求不来的福分。我笑谢牛真是3年如1日的虚伪贪婪，
他既想要吞了我沈家百年积攒的金山银海去填补他那破漏的国库，又想把我当成战利品关进他东宫的后院里当玩物，人财两得。他做他的春秋大梦，什么侧妃之位，不过是他用来掌控我的枷锁罢了。等他彻底榨干了江南的血，我是不是就要随时被赐下一杯毒酒？回去转告你的主子，我沈望河绝不要这种高高在上的施舍。他的侧妃职位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放肆！你敢大逆不道，辱骂太子殿下！我不仅敢骂他，我还敢警告你，这里是江南，是我沈望河的地盘，想让我乖乖听话，那就拿出点真本事来。你简直疯了！好一个油盐不进的荣安县主！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等着整个江南商会为您陪葬吧！县主，出事了！扬州城内的3大官钱局今早同时贴出告示，宣布全面掐断与咱们沈家钱庄的官银兑换渠道。裴元这是动用钦差职权施压地方府了。不仅如此，外面现在疯传您昨晚抗旨不遵，彻底得罪了太子，说朝廷马上要派大军南下，要抄家。现在名下的3大钱庄已被闻风而来的百姓商户围得水泄不通，全都是拿着银票来要求挤兑的。谢云这招釜底抽薪，果然毒辣。钱庄的根本在于信誉与现金流，一旦官府切断了官方钱款拆借的渠道，再配合即将破产的恶毒谣言，足以瞬间引发致命的市场恐慌。备车去泰丰钱庄总号。退钱，把我们的血汗钱退出来！沈家都要被朝廷抄家了，再晚一步，银票就全城废纸了！快开门！官府连维持秩序的人都不派，看来是等着接管我们沈家的产业了。走偏门。县主，您可算来了！外头的人疯了，光是1个时辰内要求兑付的款项就高达200多万两，咱们库房里的现银根本不够应付这般规模的挤兑啊！地方官府还派了衙役在街角冷眼旁观，他们分明是在等我们资金断裂，好名正言顺进来查抄。急什么？开库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江南首富。开大门！沈家破产了，还我的血汗钱！我要提银子，今日要是提不出100两，我就吊死在你们钱庄大梁上！让开，都给老夫滚开！哎呦，荣安县主，您这泰丰钱庄今日可真是热闹啊！县主殿下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您抗旨不遵得罪了东宫，自己想死，可别拉着整个江南商会陪葬。官府掐断了兑换渠道，沈家名下的大多数铺子也已被钦差下令封查，您现在就是个泥菩萨。县主，这是我们李家连带几位理事存在沈家钱庄的280万两现银存券，加上今日该结算的货款，凑个整300万两。您若是拿不出这笔银子，那也简单，交出江南商会会长的印信，让出沈家在码头的全部漕运份额，由我李家去向钦差大人请罪。如此，或许还能给沈家留个全尸。李老爷，300万两现银，这简直是强人所难！你们这是落井下石啊！就是落井下石又如何？沈望河，你以为你还是太后身边那个红人吗？今日你要么交出印信，要么我们直接接管钱庄拿产业抵债。你笑什么？疯了吗？我笑李老爷一把年纪，格局却只配盯着这区300万两。既然大家都不信沈家有现银，那就让诸位开开眼。尹珠，动手。这不可能！官府明明封了你的钱局，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现银？这绝对是假的，是障眼法！愚蠢！你真以为这3年我沈望河只在江南这1亩3分地里打转，官府封得了大明的库银，封得住我沈家在海外开辟的航运宝船吗？3年里，我早已打通海路，无数丝绸茶叶出海换回的，是连皇帝内库都要眼红的现银储备。东宫想用区区挤兑掐断我的命脉，简直是蚍蜉撼树。李老爷不是要验真假吗？用你的牙咬咬看。尹珠，叫账房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，给李老爷和这几位理事点齐300万两现银。天哪，
沈家比官府还有钱，我们的钱放在这儿绝对丢不了。县主恕罪，都是李万才这老匹夫蛊惑我们的钱不取了，死也不取了。晚了，把银子装好，一分不少的给李老爷送出去。从今往后，江南商会再无李家的位置。沈望和，你别得意，钦差大人还在，你沈家马上要往北方发运100万匹丝绸。老夫倒要看看你江南首富的船能不能安稳驶出这片水域！废物！太子殿下在京城等着看沈家破产的捷报，你倒好，不仅没掀翻沈望和的钱庄，反倒把整个李家都赔了下去。钦差大人息怒，沈望和那毒妇狡诈如虎，但老朽太清楚他的命门在哪里。沈家上个月接了北方皇上的天大订单，整整100万匹上等丝绸，签的可是死契。交货期就在10日之后，若逾期交不出货，沈家要赔付10倍违约金，那就是3000万两白银。3000万两！只要您下令封锁大运河漕运关卡，扣下他发往北方的所有货，他就算有金山银山，也得被这巨额违约金活慌逼得倾家荡产，满门抄斩。好，极好！本官这便签发密令，在运河漕运要道设下13道连环卡，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去北方。奉钦差大人手令，有人举报沈家货船夹带私盐，私藏朝廷违禁兵器，所有船只即刻扣押，违令抗拒者按谋逆大罪当场格杀。大人，这都是赶着交皇上的货啊，绝无违禁品。太欺负人了！他们这就是明抢，这分明是李万才和姓裴的狗官串通一气，要硬生生拖断的交货期。县主，我现在就去集结商会的500名暗卫，就算拼得鱼死网破，也要把咱们的货船抢回来，绝不能让这群狗杂子得逞。站住！县主。再不抢，交货期一过，3000万两的违约金压下来，咱们沈家就真完了。急什么？我等的就是他们动我的货船。县主，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货船被他们扣死？若他们不动那批货，我反倒不好顺理成章的给李万才挖这个绝户坑。传令下去，让城里所有的掌柜立刻出动，用10倍的价去租赁那些漏水的破烂小船。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看到，沈家已被逼上绝路，随时准备跳船逃生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哈哈哈！大人您看，那贱人死到临头，竟还妄想用漏水小船运100万匹丝绸，简直痴人说梦。螳臂当车，传令加派人手，将大运河全部锁成铁桶。只要沈家交不出货破产，那遍布江南的作坊必将低价抵债。我必须提前垄断市面上的生丝，就算抵押祖宅借高贷，也要一口吞下这块肥肉。这便是太后薨逝前密诉于我的最后一道护身符。凭此金牌，可无视任何地方官吏节制，直接征调军方要道。县主，江南水师提督已在出海口待命，随时可起航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那50艘被贴满丰舟的船舱里，装的全是掺了破棉絮的下等糙布。真正的100万匹上等云锦，早在3日前便以军需东一的绝密名义，全部装上了江南水师的30艘巨型战舰。裴元设下的天罗地网，不过是个笑话。100万匹丝绸，毫发无损，提前2日入库结款。裴大人的美梦该做到头了，接下来就该看李万才如何被他囤积如山的生丝和高利贷，活活逼出一出世间最凄惨的狗咬狗好戏了。大人，过了今晚子时，沈望和那贱人拿不出货，不仅要赔付天价违约金，连他名下那72家作坊，通通得当废铜烂铁抵押给我李家了。螳臂当车，不知死活，李老板好胃口，本官定保你坐稳这江南商会第一把交椅。来日东宫大业若成，自然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。草民愿为太子殿下肝脑涂地。老爷，老爷，北方的急报，大事不好了！浩桑什么？是不是沈家在北方违约，已经被官府查抄了？老爷，沈家的100万匹丝绸，3天前就已经在北方全数验收入库了，连北方的结款今晚都已经一分不少的拉进沈家钱庄的地库了。现在全城都在传，说沈望和有通天的神仙手段啊！怎么可能？本官把大运河锁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，他的船现在还贴着丰田停在码头上，他拿什么交的货？阴兵借道吗？千真万确啊，大人！那运河码头上停的几十条船，里面装的全是一文不值的破棉絮，沈家真正的货根本没走运河啊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为了吞下沈家的产业，我借了3分利的高额印子钱，囤积了满仓的生丝，现在全成了废品。老爷，
黑市的讨债打手已经把咱们李家大宅围死了，扬言明早见不到银子，就要拿咱们全家的卖身契抵债。裴大人，您得救我呀！我可是为了替太子殿下办事，才落得这般田地。求您开恩，拨库银借我周转，或者派兵去把那些放银子钱的刁民抓。包河底牌深不可测，封锁计划一败涂地，太子怪罪下来，必须找个替死鬼撇清干系。救你！本官看你是失心疯了！来人！商贾李万才胆大包天，恶意借贷，囤积居奇，妄图扰乱江南商脉。立刻点齐兵马，给本官查封李家，所有家产全部充公待查。裴元，你过河拆桥，你不得好死！李老板，官府抄家是官府的事儿，咱黑市的印子钱，你打算拿几条人命填啊？听说你家大少爷细皮嫩肉的，不如先卸2条胳膊抵利息。天卷我也！难道今日我李家就要满门覆灭了吗？李老板这跟头栽的可真惨，不知现在还能吃得下我沈家那72家作坊吗？沈家马上就要倒了，我李家才是江南的王。县主，沈会长，是我瞎了狗眼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求您大发慈悲，借我点现银，救我一家老小性命啊！救你可以，李家的所有作坊、生丝库存、水陆船队，连同祖宅地契，沈家按市价的1成全收了。签了它，我替你平了黑市的账，保你全家留个活口，滚出江南。1成，你这是要生吞活剥了我呀！少废话，不签现在就收了你全部家当。林珠，拿账本收铺子。是，县主。沈家不仅毫发无损，反而借势吞并了江南商会，彻底一统扬州。东宫那位主子的手段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。好一个荣安县主，好一个沈望河！姑派去的人不仅没能从你身上扒下一层皮，反而成了你杀鸡儆猴、一统江南的垫脚石。3年了，姑以为放你回江南不过是欲擒故纵，一个失去庇护的孤女，早晚会被商界的豺狼啃得骨头不剩。没想到你不仅没被这世道磨平棱角，反而生出了吞天的野心。你以为脱离了姑的掌控，就能翻天了吗？来人！末将在。传姑谕旨：江南商路不稳，盐铁流失。姑奉父皇之命，代天巡狩。殿下，此时南下，朝中恐有危辞，恐会惊动陛下。闭嘴！姑意已决，点齐东宫3000精锐铁甲，封锁南上水路。姑倒要看看，在姑的刀锋面前，他这江南首富的骨头到底能有多硬。末将遵旨。殿下有旨，扬州文武闭门思过，违令者以谋逆论处。县主，这绝对是鸿门宴，花坊外全是东宫杀手，奴婢带人护着您去，拼了这条命也要护您周全。拼命？拿什么拼？那可是3000精锐铁甲。他摆出这副屠城架势，就是为了逼我先自乱阵脚。可是，准备教撵，在我的地盘摆鸿门宴，我若不去，岂不让他以为江南首富怕了他？3年不见，这朵曾被姑视为掌心浇花的女人，竟在江南长成了参天大树，反过来遮蔽了姑的天日。微臣沈望河参见太子殿下。都退下。3年了，你的性子还是这么野，是时候收网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裴元灰溜溜的逃回京城，你借机吞并了整个江南商会，这场仗就算你赢了？沈望河，你太天真了，商战那不过是姑逗你玩的把戏，江南首富又如何？
在孤眼里，商贾再富，也不过是皇权圈养的一头肥羊。孤想什么时候宰，就什么时候宰。孤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江南商会的印信，乖乖随孤回京，入主东宫侧妃之位。孤不仅保你一世荣华，更能让你成为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若微臣不愿呢？你不愿，孤就有10000种理由让沈家满门抄斩，让整个江南商界寸草不生。你以为大梁律法保得住你？孤随便安一个私通敌国的罪名，明日这西湖的水就会被沈家几百口人的血染红，你那堆积如山的金银全会充公，你那个贴身丫鬟尹珠会在诏狱里受尽酷刑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沈望和是个聪明人，就不要逼孤把事情做绝。沈望和，只要你哭着跪下求孤，孤就大发慈悲，赏你一条活路。殿下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就不怕你们沈家满门抄斩？殿下，您若是真敢杀，又何必在这里跟我费这么多唇舌？直接下令动手不就好了？您以为我这2年在江南只懂打算盘，对外面的朝局就一无所知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北方鞑靼寇边，连下3城，辽东铁骑的军饷已经整整拖欠了3个月。朝中宁王余党死灰复燃，大半个朝野都在观望，致使各地秋收的赋税至今无法按时入库。如今的大梁国库就像是个被蛀空的筛子，怕是连10万两现银都凑不齐了吧？殿下带着3000东宫精锐南下，打着代天巡行的幌子，排场摆得比谁都大。旁人以为您是为了我这个区区女流之辈来耀武扬威，为了什么可笑的旧情来强取豪夺。可实际上呢，殿下，您根本不是来大摆威风的，您是来要饭的。你想逼我入东宫，无非是想兵不血刃的拿走我名下的金库，想用我沈家几代人的财富填补你那千疮百孔的窟窿。你以为披上一件高高在上的外衣，就能掩盖你捉襟见肘的穷酸与贪婪吗？简直可悲至极！看透了又如何？我今日就算用抢的，也要把你带回京城。沈望和，孤承认你很聪明，聪明到让孤都觉得忌惮。可你终究只是个商贾，你算尽了朝局，却算漏了一，在绝对的皇权与武力面前，你那些金山银海不过是催命的符咒。你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孤就只能把你绑回京城，把你这身硬骨头一寸寸敲碎了，再逼你交出金库的钥匙。殿下想要硬抢，那您可真是太低估我了。你做了什么？殿下以为我敢单刀赴着鸿门宴，靠的仅仅是几句虚张声势的口舌之力吗？沈望和，你疯了！商贾私蓄武装，包围当朝太子，这是诛九族的谋逆死罪。殿下，江南的水很深，您要不现在再看看您的身后，到底是谁包围了谁？扬州水师，他们怎么敢擅动？殿下，您这位储君在东宫待久了，是不是真以为天下所有的兵权都只认您这一块太子金牌？这3年来，我一统江南商会日进斗金，可殿下真以为凭我一个毫无背景的商贾之女，能安稳独吞下这富可敌国的泼天财物？这3年，江南商会每赚10两银子，便有7两化作真金白银，秘密运入陛下的大梁的军费与国库。我从未独吞江南，我不过是陛下在这江南地界上的一只聚宝盆罢了。外围的扬州水师根本不需要我来买通，那是陛下亲自下密旨调遣。
专门用来保护他这座江南财库的御用兵役。殿下以为您是在剿灭一个不听话的商贾，可实际上，您是在明目张胆地砸陛下的钱袋子。御前800里加急，圣旨到，东宫太子谢意接旨。你一早就盘算好了，用整个江南商会7成红利买姑父皇的庇护，就为了防姑今日南下。殿下谬赞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毕竟殿下从来没把我当人，而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。荒谬！可以带着滔天财富跟姑回京，东宫侧妃之位，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。可你呢？你宁可像个卑微的奴才，把大半家产上供给父皇，去赌一个迟暮帝王喜怒无常的恩宠，也不肯跟着姑这棵参天大树。沈王恒，你散尽家财，就为了争这一口微不足道的气，你完全疯了！你到底图什么？殿下，您真可悲。你以为的参天大树，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随时会吃人的坟墓。跟着你回京，去后宅跟一群女人争风吃醋，靠出卖尊严和色相换取所谓的尊荣。我把钱上供给陛下，换来的是白纸黑字的圣旨，是扬州水师的真刀真枪，是大江南北几万商户都要看我脸色的绝对权利。这叫契约，这叫交易。而殿下给的呢，不过是男人那点随时会变心的施舍与虚伪的画笔罢了。你以为凭一介女流，就算争得一时义气，就能永远摆脱男人的掌控，摆脱皇权的权杖吗？摆脱？因为我绝不会做任何人权杖上的装饰品，我要做那根敲碎你的权杖。王恒，你非要与姑如此剑拔弩张吗？你只看到了姑的算计，可你忘了当年宫宴上你是如何倒在血泊里的。太后遇刺，你挡下那致命一剑，姑抱着你冲出大殿时，满手都是你的血。那一刻，姑的心是悬着的。这3年来，姑在京城步步惊心，夜深人静时，满脑子都是你在侯府翻云覆雨的从容。姑之所以下令封锁江南商路，不过是想逼你低头，逼你回到姑的身边。那是姑不知该如何挽留你的无奈啊！姑承认，姑有帝王的私心，但对你，姑是有真心的。只要你点头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殿下这出戏演得连自己都信。你觉得姑在骗你？你在东宫救我，是因为我救了太后。当年你探我的脉搏，也是你多疑本性下的杀机。你欣赏我，更不过是因为我算计了江旭与宁王，让你兵不血刃，清除了异己。你的深情永远建立在我的价值之上。一旦我失去这满船的真金白银，你这所谓唯一并肩的真心，还剩下几两重？上位者的爱太廉价了，只需红一红眼眶，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情话，就妄图让一个女人粉身废骨。谢云，收起你那套恶心人的马戏，我嫌脏。沈王和，姑已经把姿态放得如此之低，你到底还要姑怎样？姑发誓，此生绝不负你，绝不负。殿下的真心是不是和前世对待女心一样，随时可以兑换成毒药？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殿下听不懂，那我就替殿下算一算这笔良心账。当年宫宴遇刺，若我没有结下那场机缘，替太后挡箭的便是陶心。而殿下你，为了讨好太后，巩固储君之位，一定会对那个天真的女孩施展你无往不利的情网。你会许她高官厚禄，捧她上太子妃宝座，用廉价的温情让她死心塌地，沦为你权杖上的点缀。可惜，女人在殿下眼里，永远只是带有期限的筹码。一旦太后薨逝，她失去利用价值，你会毫不犹豫地冠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她咽气流放，最后在暗中赐下一碗毒药，像丢弃一件破损的工具一样彻底抹杀她。闭嘴！你给姑闭嘴！这就是你的真心，谢宇。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掌权男人，骨子里透出的那股吃女人的恶臭，无论用多少深情与权势来熏香，都令人作呕。800里加急，贤人退避！800里加急！太子殿下，陛下口谕，此旨需立刻宣读，片刻不得耽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
太子身为储君，不思替朕分忧，竟借代天巡圣之名擅离职守，逗留江南声势，更妄动干戈，干扰国朝商路，致使江南民心不稳。朕心甚畏，朕心甚怒。着太子即刻启程，乘御船回京监国。江南商贸关乎国库命脉，任何人不得再以权谋私，若有违逆，触夺监国之权。钦此。殿下还不接旨谢恩？儿臣领旨。谢父皇隆恩。荣安县主受惊了，陛下口谕，县主为国库充盈，立下汗马功劳。沈家商船护卫便是义勇之士，特许沈家商船畅行大梁水域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臣女叩谢陛下天恩。殿下，圣意难违，请即刻启程吧。郑望和，孤征战沙场多年，从未尝过败绩，却没想到最后会一败涂地在一个商贾女子的手里。你赢了，孤向你承诺，此生此世，只要孤还活着，便绝不再踏入这江南半步。我不需要你的认输，因为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打算在你制定的棋盘上博弈。我要的是掀翻整块棋盘，斩断那道名为屈从的无形枷锁。县主，外面的风波都平息了吗？平息了。从今往后，这江南的水再深，也翻不过咱们沈家的船头。天塌下来，有我顶着。县主饶命！小人是被那李万才猪油蒙了心，一时糊涂啊！求县主高抬贵手，给小人们留条活路。按沈家商会的规矩，背信弃义者当逐出商会。不过念在诸位也是受钦差蒙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参与闹事者，罚没3年商会分红，冲入公账。各位可有异议？多谢县主宽宏大量，绝无异议。除了整顿内务，今日叫大家来，还有件喜事。我已调集水师大船，自下个月起，全面打通北上辽东及海外高丽的航线，利润翻3倍。愿为县主效犬马之劳。发什么呆呢？还不快抱着少爷给县主请安？孩子刚满月，外头风大，怎么跑过来了？尹珠，去库房拿我备下的紫檀锦盒。是，县主。县主，昨夜又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噩梦。梦。县主，我梦见一座好大好黑的山，那山重重的压在我的背上，压在无数女子的背上。那山上刻满了3从4德、父为气纲的写字。我们在山底下泣血哀嚎，怎么爬都爬不出来。我甚至梦见，连县主您也被那座山压得粉身碎骨。傻丫头，那不是梦。不是梦，那是世道，是千百年来男权与皇权联手压在我们所有女子头顶上的宿命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。看清楚了吗？曾经江旭想用夫权那座山困死我，谢玉用皇权那座山压服我，他们都以为女子生来就该是男人的附庸，就该被压在那座黑山之下任人宰割。但我沈望和偏不认这狗屁宿命。既然世俗规矩是一座山，既然皇权夫权是一座山，那我们便进手里的刀剑，攥进手里的金银，劈开那座山。我要让这天下的女子都知道，我们的命不在后宅的方寸之地，不在男人的施舍之中，我们的命只在自己手里。愿追